没有胜绩的国民党杂牌军被我党收编后一战封神，抗美援朝立大功。远在台湾吃早餐的蒋介石被一通电话弄懵逼了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曾经看不上的60军军长怎么会在朝鲜战场上嘎嘎乱杀，而且面对强大的美军还是怎么打怎么赢。60军的将领曾泽生并没有入党，却是我国的开国重将，曾经在台儿庄跟日军死战20个昼夜，子弹用光就拼刺刀，刺刀卷刃了就用石头拳头。台儿庄战役结束后，队伍死伤过半，日军始终没能前进一步，日军首领都不禁感叹，这是他们遭遇最勇猛的中国部队之一。曾泽生跟随蒋介石出生入死，在多场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因为触动了蒋介石的利益，被蒋介石一直当炮灰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曾泽生终于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，率领部队在长春宣布起义，被我军重新被整编后，成为解放军第50军。之后50军分别参加了2次战役，但始终处于边缘位置。这次接到彭总的密令，曾泽生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关注我，下期接着说。战况焦灼，50军数次立大功，让麦克阿瑟连夜逃跑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当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妄图以我国鸭绿江为突破口，将朝鲜的战火一举烧到我们境内。曾泽生率领的50军在第1、第2和第3次战役中大放异彩，利用自己的优势跟敌人打迂回战，让美国联合部队吃了大亏，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，炸毁坦克数量，创下历史纪录，并一路南下，成功解放汉城。其实一开始，我军只打算让曾泽生做好后勤工作，在楚山和新义州阻止敌人进攻，前线另有安排。曾泽生也十分尽责，带领50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，确保前线的志愿军能够全力以赴。被阻拦在战线之外的美军自然不甘心，于是，在38线附近开展了全面的规划，集合大部队，企图通过军事优势碾压过来。这时的曾泽生最先反应过来，抓住时机突袭敌人，最先把美军追击到水源以南巫山，让麦克阿瑟连夜拔营撤退250公里后，在汉江以南开展反击。曾泽生依然顶住了压力，守住了城河，但真正属于50军的辉煌是在第4次战役中。杂牌军死守汉江50天，创造绝无仅有的奇迹。到了第4次战役，彭军命令50军跟39军一起进攻汉城。按照西顶东放的战略，50军需要面对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，总兵力超过6万人，武器配备是当时最顶级的机械化武器。而50军已经因为原先的战役损失惨重，人数从原先的4.8万人锐减到3.7万，使用的武器基本都是靠战场缴获。当时联合国军的司令官已经换成了李奇微，他跟狂妄的麦克阿瑟不同，精通军法，让我军吃了不少苦头，甚至阻断了我军的补给线。为了不被持续消耗，曾泽生独自留守汉江，根据地形排兵布阵，设下2道防御阵地。之后，美军开始对汉江发起猛烈进攻，却始终无法冲破50军的防御。打到最后，50军弹药告罄，白刃战、肉搏战，打到最后全凭意志力和肉体跟敌人搏斗。最后50军凭借血肉之躯死守汉江50天，7个连凑起来只剩下10000人，打得美军心服口服。从此50军成为传奇，也成为了我军的王牌部队。美军将领李奇微战后颤抖着表示，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奇迹。
被蒋介石看不上的武林军，对外为何能如此神勇，屡战屡胜呢？评论区不妨留下你的答案，点个关注，留个红心，咱们下期更精彩。